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专门分享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频道。想象一下，如果你手中的这杯水能够提供你全家人一辈子生活所需的电能，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在2026年的今天，这正在成为现实。就在刚刚过去的3月，全球能源市场经历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震撼的余震。2家引领时代的核融合巨头相继宣布，人类已经成功在实验室中维持了超过1000秒的稳定电浆。这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实验的成功，它意味着人类终于掌握了恒星的权柄。过去几年，我们都在担忧人工智慧会耗尽地球最后一度电，但现在我们似乎找到了那个足以支撑数位永生的无线电池。当全球最大的资料中心因为电力短缺而面临停机威胁时，这颗地上的小太阳正准备在电网的对接端发出第一道光芒。我们正站在一个起点上，一边是可能因为能源枯竭而停滞的文明，另一边则是拥有无限能源后彻底解放生产力的星际时代。这不是30年后的愿景，而是此刻正在发生的能源革命。要理解这场革命为什么如此艰难，我们必须先看清核融合技术长期以来面临的瓶颈。核融合的基本原理是将氢原子核在高温高压下结合成重原子核，并释放出巨大能量，这与太阳内部的反应完全一致。然而，在地球上模拟太阳的环境，第一大瓶颈就是温度的控制。我们必须将燃料加热到摄氏1.5亿度以上，这比太阳核心还要热上10倍。在这种极端温度下，任何已知的固体材料都会瞬间气化，因此我们必须使用强大的磁场来约束这些处于电浆态的物质。这引出了所谓的电浆定义。电浆被称为物质的第4态。当气体被加热到极高温度时，原子中的电子会脱离原子核的束缚，形成一种由带电离子和自由电子组成的混合物。这种状态的物质极其不稳定，就像一条疯狂扭动的巨龙，只要稍微触碰到容器壁，反应就会立即冷却并终止。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科学家们一直困在如何维持电浆稳定性的迷宫里。他们需要一个完美的磁力笼子。除了电浆的不稳定性，第二个瓶颈在于能量增益倍数，也就是物理学中常说的 Q 值。所谓的 Q 值是指核融合反应所产生的能量与为了维持反应所投入的能量之比。如果 Q 等于1，代表收支平衡。只有当 Q 远大于1，核融合才有商业价值。在过去的托卡马克装置中，为了产生强大的磁场，我们必须消耗掉天文数字般的电力。托卡马克是一种利用环形磁场来约束电浆的装置，其名称源自俄文。它的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中空甜甜圈，内周布满了超导线圈，这些线圈产生强大的环向磁场，引导电浆在环形轨道内高速旋转。然而，传统低温超导技术需要极其复杂的冷却系统来维持接近绝对0度的运行环境，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能源消耗。直到2026年，我们才终于看到这种能量负债的情况发生根本性的扭转。进入2026年第一季 ，Commonwealth Fusion Systems， 也就是简称 CFS 的公司，带给了全世界一个巨大的惊喜。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基础上，利用一种新型的高温超导体材料，成功缩小了托卡马克装置的体积。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高温超导材料。虽然被称为高温，但这其实是相对于绝对0度而言的。它通常指的是在液态但温度下就能实现零电阻的材料。这种材料的出现让磁场强度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提升。CFS 的科学家们分享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在一次关键的磁场测试中，团队负责人布兰登·伍兹看着显示屏上的数据，当时磁场强度已经突破了20特斯拉，这足以吸起一艘航空母舰，但装置却异常稳定。伍兹当时对团队说，我们不是在建造一台机器，我们是在驯服一颗恒星。这项数据的突破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更小的设备产生更强的约束力，直接将 Q 值推向了商业化所需的门槛。与此同时，另一家备受瞩目的公司 Helion Energy 则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他们不使用传统的托卡马克装置，而是采用了所谓的脉冲式磁感应融合。这种技术不再追求长时间维持稳定的电浆，而是像内燃机一样，通过快速压缩燃料云来引发融合。Helion 的核心技术在于直接能量回收。传统的发电方式是利用核反应产生的热量去烧水，产生蒸汽来带动涡轮机，这过程中的能量损耗极大。而直接能量回收则是利用核融合产生的带电粒子在磁场中扩张时，直接感应出电流。这就像是让活塞直接发电，而不是经过繁琐的传动系统。Helion 在2026年3月的报告中指出，他们的原型炉已经成功实现了能量的闭环运行。数据显示，其发电效率比传统核电厂高出3倍以上，这让微软等科技巨头感到疯狂，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在资料中心旁边放置一个核融合发电模组。这里我们不能忽视核融合与人工智慧之间的紧密联系。在2024年到2025年间，全球因为 AI 算力的大爆发，导致电力供应进入了战时状态。OpenAI 的执行长山姆·奥特曼曾多次公开表示，没有能源的突破 ，AI 的智慧就会遇到天花板。事实上 ，Helium 能够取得突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AI 的辅助。科学家们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对电浆的运动进行了每秒数百万次的模拟预测。过去，当电浆出现紊乱时，磁场的调整总是慢半拍，但现在 AI 可以在紊乱发生前1/1000秒就调整磁场参数，这是一个完美的循环。AI 帮助人类实现了核融合，而核融合回过头来为 AI 提供无限的能源。这种技术交织的现实，正是我们目前所处的2026年最新趋势。当这项技术真正落地后，社会影响将会是翻天覆地的。首先受冲击的是全球电价结构，一旦核融合发电厂开始并网，发电的边际成本将会趋近于零。核融合的燃料主要是氘和氚，氘可以从海水中提取，而氚则可以通过锂的转化获得。这意味着能源不再受制于地缘政治，没有人可以垄断海水，这将彻底改变目前由化石能源主导的世界秩序。对于普通人来说，电费可能不再是一个账单项目，而是一种像空气一样的基本福利。这种低成本能源将带动大规模淡化海水工程，解决全球干旱问题。它也将让垂直农场成为可能，彻底终结饥饿。当能源不再昂贵，人类对物质资源的争夺将会大幅减少，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地缘政治冲突的根源。然而，挑战依然存在于社会心理的适应上。虽然核融合几乎没有放射性废料，也不存在熔毁风险，但大众对于核这个字的恐惧深植人心。2026年初，多个城市在核融合选址问题上爆发了大规模辩论，支持者认为这是救世之光，反对者则担心未知的科学风险。这种技术质疑与能源焦虑的共存，正是目前社群讨论最激烈的地方。专家们正努力解释核融合与传统核裂变的不同。核融合反应一旦失去控制，它会因为温度下降而自动熄灭，而不是像裂变那样产生连锁反应。这种本质上的安全性是核融合能够进入大城市周边的核心理由。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10年后的2036年，生活场景将会呈现出一种近乎神话的色彩。那时候，街道上不再有密集的电线杆，因为分散式的核融合模组隐藏在每个社区的地下。由于能源近乎免费，空气捕捉碳技术将会被大规模应用。我们不仅能停止排碳，还能主动修复受损的大气层。全球暖化的威胁将成为历史教科书上的旧名词。想象一下，在2036年的一个清晨，你醒来后，家中的 AI 管家已为你安排好了所有的行程，这背后支撑它运作的事儿，远方稳定运行的恒星能量。你可以廉价的搭乘超音速电动客机，在2小时内抵达地球的任何角落，因为飞行成本不再受限于昂贵的燃料。在这种物质极度丰裕的时代，人类将不得不面对深层的哲学思考。当生存不再是第一要务，当我们拥有了普罗米修斯手中真正的火种，我们该如何定义人生的意义？过去几千年，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争夺能源与资源的历史，战争、贸易、发明大多围绕着热力学定律展开。当我们打破了稀缺性的枷锁，我们会走向集体的堕落与平庸，还是会开启一场关于艺术、科学与宇宙探索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这是一个关于力量与责任的命题。我们掌握了恒星的能量，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了改变星球生态的上帝视角。这种人文关怀在2026年的科学界已经开始显现。许多核融合工程师开始与哲学家合作，探讨能源民主化的可能性。他们希望确保这项技术不会被少数跨国公司垄断，而是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这让我想起了一位老科学家的话，他说，核融合不是为了让我们能开更快的跑车，而是为了让我们能有余力去仰望星空，去思考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当电力不再是束缚，人类探索深空的步伐将会加快。利用核融合推进的火箭可以将前往火星的时间从半年缩短到几周，这让我们真正具备了成为跨行星物种的潜力。这场从2026年开启的革命，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然界最终法则的一次致敬。我们从观察太阳到模仿太阳，最后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创造太阳。这是一个从受造物转变为创造者的过程。虽然前方的道路依然充满技术挑战，虽然社会的适应还需要时间，但那个充满光的未来已经不再遥不可及。每当深夜我们仰望繁星，我们应该意识到，那些在亿万里之外燃烧的恒星，与我们实验室里跳动的电浆，本质上是同一种生命的脉动。我们正在把宇宙的动力室搬进人类的客厅，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使命。在这个关键的转折点，我们每一个观测者都是参与者，
透过理解这些复杂的物理概念，透过参与社群的讨论，我们正在共同形塑未来能源的面貌。不要被那些复杂的数据所迷惑，记住最核心的事实：人类已经学会了如何点燃那颗永不熄灭的火种。这个过程或许痛苦，或许伴随着争议，但这正是文明跃迁的必经之路。当未来的孩子问起能源危机是什么感觉时，我们或许会微笑着告诉他们，那是在我们还没学会点亮太阳之前的短暂黑暗。现在光已经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千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关于未来趋势的最新消息。那我们下支影片见。